日本选手在中国获胜之后太嚣张，竟一脸挑衅的围着刚才失利的中国选手跳舞庆祝，这不明摆着是打中国功夫的脸吗？气不过的魏宁辉当即就与这位日本拳王约了2番战。此时出场的就是来自日本的踢拳王者宫越庆二郎，仗着自己是日本的世界冠军，便完全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而与其哥哥宫越庆一郎在中国击败了数十位搏击猛将之后就越发膨胀，再加上魏宁辉的实力，于是这哥俩便认为中国拳坛根本没有一个能打的。终于经过半年的努力，重振旗鼓的魏宁辉再次向宫越庆二郎发起了挑战。这半年时间，魏宁辉可谓是起的比鸡早睡的比够晚，夜以继日的刻苦训练，就是为了能有朝一日击败日本冠军，从而一雪前耻。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白短裤是中国选手魏宁辉，蓝白短裤则是日本拳王宫越庆二郎。这场比赛对于魏宁辉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是期待已久的复仇之战，同时还关乎着中国搏击的脸面与尊严。要知道，自从魏宁辉一番战失利之后，日本这哥俩便认为中国拳坛根本没有能人，于是便开启了疯狂的踢拳之路。仅半年时间就击败了中国多位猛将，将拳坛搅和的鸡犬不宁。反观输掉比赛的魏宁辉并没有气馁，而是加强了对宫越庆二郎的针对性训练，势必要在2番战中击败日本拳王，以此来证明中国功夫的真正实力。越来越连续。组合拳，腿上头，啊，一点看不出上一场的输给了对手。对，魏宁辉打得非常优猛。哦，又是一拳打在对手背部，这就是他现在的标志性动作。对，这开始想打出自己的风格来了。对，打出招牌。估计今天赢也是这样的这个击腹勾拳了。是，如果不做适应性的专门针对性训练啊，这个位置真的是很容易被打到，很难防守。是，这毕竟不是两人第一次交手，所以一上来没有过多试探，直接就是激烈的拼拳换脚。主场并且强势复仇的魏宁辉，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在步伐压制的同时，还无时无刻都在拿着拳头猛攻对手的内围。不过日本这家伙既然能成为世界冠军，那实力也是绝对的不容小觑，随即也用连续的组合拳来抢夺比赛节奏和有效点数。要知道，自从一番战失利之后，魏宁辉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质疑，甚至不少拳迷都对他催泪大师的称号产生了怀疑。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魏宁辉来说，不仅要赢，还必须要赢得漂亮，才能给支持自己的粉丝一个交代。试探性进攻，每一拳都要全面到位。对手的重拳，还原颜色，防守到位。好，还有10秒钟。但是想击倒这个日本选手，要有耐心。对，这日本选手啊还在还击，而且呢，左右两个肢。这个比赛会很好看，看直接进攻，上来就而且没有，关键特点是没有试探性进攻，全部是拳拳到肉。看魏宁辉打得非常主动，打飞了都。正像他赛前说的是，经过一个回合的对拼，魏宁辉的进攻攻势依然没有减少半分，只要时机成熟，那必定会用精准且无误的重拳招呼到对手的脑袋上。反观宫越庆二郎面对魏宁辉的猛打猛冲，不仅没有表现的被动，甚至还能打出相应的防守反击和防守还击。毕竟在他面前，魏宁辉只是有点实力的手下败将罢了。就算经过的半年的训练，那能击败他一次，就能击败他第二次。却殊不知，他的狂妄自大就是击碎他的最好利器。把之前失利当成耻辱的魏宁辉，根本容忍不了日本拳王在中国拳坛的肆意妄为。好，连续3个拳，前2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对。伤害性不大，但是这个很危险。接腿迎接，对，飞膝，正蹬，哦，打的背弓，左手摆拳。哎呦，蓝方打的也很勇猛，完全不退让。你不是有重拳吗？我也有。这就是2番战的味道，这就是复仇战的味道。对，他把这个除了技术还有情绪打进去了，对，很好看。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魏宁辉在第1回合脸上的微笑已经没有了。对，啊，看这个被，哎呀，这个有点防守有点危险，注意。对。宫越庆二郎可是日本踢拳界排名第1的顶尖选手，此时反应过来的他，也开始用一系列的组合拳进攻抢夺点数。从两人这攻势来看，貌似根本就没有打满3个回合的打算。不过复仇心切的魏宁辉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长时间的主动进攻不仅没有让他拿到比赛优势，甚至还消耗了不少的体能。如果不及时改变打法战术的话，那魏宁辉很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可能有人好奇，为什么宫越庆二郎会同意打2番战？那是因为作为拼打型选手的魏宁辉在中国拳坛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能击败他2次甚至3次，那自己的称霸之路绝对会更加顺利。
业级别的拳法了，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自己打什么拳，而且能够控制得住。对，而且能发出力来。接腿迎击拳，做高爆头的动作就是骗对方打拳的。魏宁辉的这个拳确实有 KO 对方的能力，但是他也被对方 KO 过。对膝，好，正蹬，防守迎击，双方打出血性来了，打出故事来了。啊，你看双方带的表情，即使体能已经不支了，魏宁辉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发起进攻。反观宫岳庆二郎，则依然非常冷静地猛攻对手的内围。而长时间的拼拳换脚，不仅让比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还将两人都打出了火气。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两人不是进攻，就是在发起进攻的路上。虽然魏宁辉通过引以为傲的催泪拳拿到了更多的有效点数，但他这场比赛的目标可是 KO 对手，从而获胜。奈何宫岳庆二郎毕竟是日本拳坛排名第一的踢拳王者，如果没有两把刷子，也不可能在日本众多武士中脱颖而出。所以到这里，最后的胜者还是非常有悬念的。哦，这是一定要 KO 一个的这个架势啊！对，很漂亮的防守反击，对，打出了气势。双方不准备数点了，双方准备 KO 一个。但蓝角也很危险，蓝角在狙击。对，现在为止呢，蓝角是吃亏的，但是他的意识就是吃了亏之后马上迎上去再来。对，说明他不准备退让，他不准备退让。对，第一体能充沛，第二技战术意识非常清晰。对，他是准备送你几拳的，但是真的打倒你，是找机会。对，两个人都想打 KO。对，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中国拳坛，魏宁辉都必须要拿下胜利。要知道，宫岳庆二郎自从在中国连战连捷后，便认为中国拳坛没有一个能打的，甚至还曾不止一次的在媒体面前进行公开侮辱。再加上这可是在中国的地盘上进行的一场比赛，此时体能已经消耗殆尽的魏宁辉基本上是已经拼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日本拳王再次得逞。反观宫岳庆二郎却依然表现得非常冷静和沉稳，心态没有受到影响就算了，甚至还能井然有序地与中国选手进行拼拳。看来日本第一拳王的称号真不是吹出来的。这时候不知道对魏宁辉的技战术问题，还是他做不出动作来了，体能上也有点限制了，我看。对，对，这个蓝方变成了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现在。对手的抗击打太好了，太好了，蓝角的抗击打真的是非常强悍，而且现在打出的摆拳还是砰砰作响，很有力。所以魏宁辉做好防守，而且要调整好体力，对，用好最后的体力。打肋骨。现在面对亢奋的宫岳庆二郎，魏宁辉只能通过搂抱来进行防守。看他这犀利的眼神，貌似依然没有将中国小将当成人来看。反观魏宁辉，则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咬牙来与对手对抗。如此高密度的换拳，如果是一般人，说不定早就已经倒下擂台了。按照前2个回合拿到的有效点数来说，只要魏宁辉能在比赛的最后不被 KO， 那还是有很大的希望能拿下胜利的。然而日本这家伙也不知道是不是吃错药了，拿着拳头不管3七21就要冲进魏宁辉的内围。好在魏宁辉虽然没有继续发起进攻的体能，但却能施展一系列的防守动作来限制对手。现在动作频率还是非常高。对，这个最后是体能起了很大作用。对，好，这个反击非常有效。手踹抓住时机，这是个最好的一个时机掌握的。控制距离，小心。手抬高，手抬高，手要拿起来，这个没有防守会非常危险。对。好，这有没有 KO？ 对，就是天哪！最终魏宁辉成功以微弱的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选手魏宁辉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